08年我们认识的，忽然有一天，完了他就给我打电话，说那个他开个玉石店，想找个就是特别相信的人吧，能帮帮他。他二话没说他就过来了，就这样两个人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。头2个月就是我老家来个电话，说就是我一小长大的这个女朋友得了障碍性贫血。他前段时间跟我那个拿了1万块钱，说是那个什么他母亲生病了，就这2天然后又给我拿了3万块钱。我就觉得作为我就未来的儿媳妇不算，那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，应该去回去跟他看一下。他老是就那个推三阻四的，后来他去拿货的时候，可能手机就突然间就落在桌子上，正好来了一条短信，于哥钱已经收到了，谢谢你的帮助。我一看这事儿抵赖不了了，我就把这实话都说了。交往这么长时间，互相都特别关爱对方，结果因为这点事儿，尤其是钱的事儿，他又骗我一下。那社会男人不能相信，他又不能相信，你说以后我们还怎么在一块生活？他可以奉献一生，为他所爱的人。说谎的爱人，你让我可怎么相信你？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里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鱼33岁，来自吉林，是一位个体户，年收入8万；女主人公小丽32岁，来自内蒙古，也是一位个体户，年收入30万元。来，有请2位。你好，委员。你好。这个小片里说哈，把钱寄给谁了？前女友。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呢？因为前女友得了障碍性贫血，当时因为我在北京可能条件也不是特别好，我怕直接跟他说，他就不能借我。你没跟我说，怎么就知道我不答应呢？我不同意呢？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要如果说真真心心的跟我说，跟我商量，我借他1万块钱，怎么就不行？2位交往有多久了？差不多1年多吧。怎么认识的呢？08年，然后那个我有一些小实体是做那个装修，原来那个他是做这个门窗业务这一块，在业务方面，然后有一些频繁的这种接触。这之前我也有一个这个前男友，我们觉得我们事业发展的还算是不错，日子好过的时候，可能都觉得两人感情都特别好。那么一旦就是说事业做到有危机感的时候，私心特别重。他把原来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挣来的钱，包括还有我们要回来的账，通通都要走，然后就了无音讯了。当时我就懵了。那个时间他是经常那个安慰我，然后也会给我打个电话问问我就是最近的这种情况。等于是他患难的时候你帮了他了，是吧？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。哦，过了段时间吧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那个他开了一个玉石店，需要找个人帮忙。这个时候我感觉应该帮帮他，完了就把那边工作给辞了，过他这边来帮忙了。那段时间我挺感激他的，因为我还没有从那种痛苦的边缘里边走出来，精神包括思想都特别的低落，压力都特别大。其实我多次想到过，就是说看能不能让小鱼过来帮一下忙。之前对他的印象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他的为人善良，而且比较会关心人，尤其是特别的细腻。其实有时候也挺风趣的。我从03年到现在哈，在北京拼，看着我挺光鲜的，但实际上还是很需要有一个儒雅的这个男同志，能够在心灵上能够支持我一把。这个可以吧？哎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过不去了就。1年多，毕竟人和人之间都是有感情的。而且为了他，我也改变了不少，尤其像性格方方面面。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，甭管事业做得大还是小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像一个小鸟一样，给一个男人能够有一点点温柔。你感受到了吗？感受到。你感受到的话，你会因为几万块钱骗我吗？因为另外一个女孩子。不是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说骗这词儿。那你说不是骗，你说是什么？我这属于善意的谎言。那欺骗我做的不对，但是你不能用欺骗这个词儿。那你觉得我应该用什么词儿？你说。我是救人去，你可以调查去，是不是？你可以调查。没必要吗？我没拿那钱说是，你先对我误会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拿钱出去花天酒地，或者什么的，你可以调查一下子。你觉得有意思吗？这样哈。其实我特别想跟于先生说，电话我们确实也打了，调查也调查了，其实问题的根儿不在这儿啊。但是为了先让女朋友先有一个所谓的心理缓冲和放心，我们先把这段采访给你听一听，好不好？来。我呀，那是于哥从小玩到大的朋友，我们俩以前也处过一小段，可是后来呢也就拉倒了。后来呀，于哥走了，我们俩也挺少联系的。我的身体啊一直也不是那么的好，完了呢，今年又突然查出来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，花了老些钱了也治不好。后来亲戚朋友啊也哪儿都找我借钱，
完事吧，估计有人就把这事告诉一个了。出于这么多年的朋友吧，他挺担心我的，还给我寄了1万块钱。真的，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。之后呢，1万块钱呢就花没了，但是这病啊也没治好。后来实在没招了，我就给医生打了个电话。一个电话以后啊，就说你别担心，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没想到呢，过了几天，他又再给我邮了3万块钱。当时啊，这都是重要的钱，我心里别提多感激了。可是没多久呢，就听说于哥和他的女朋友呢，因为我这事闹分手了，我这不是成了这个罪人了吗？其实呢，我就想跟于姐说呢，于哥真是个特别特别好的人，也特别特别的重情重义。我跟他呢就是好朋友，普通的朋友。我呢也是没办法的摊上这事儿了，于哥帮了我一下。至于这些钱呢，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们的。我真的希望你们呢能早点和好。其实我觉得这张录像并不能代表说什么，因为我觉得受伤害的是我这颗心。但是我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，其实你听这段录音的时候，你比谁都听得认真，说明你还是在心里面在乎这个男人，或者说在乎这个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。这就是我刚才跟小鱼说的哈，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怒气，并不在于这个钱和事情的真相是什么。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呢？我们要听一听专家们的分析哈。来，一起真心丘比特问卷。于老师，为什么女嘉宾会如此在乎这个？我们搞心理学的就会往前倒，她成因是什么？因为她之前前男友呢骗过她，所以呢她内心里面就有种提防。如果没有前男朋友这件事情，她可能对这件事情看得会淡一些。因为有前男朋友这件事情，所以把这个事情啊和那个事情累加在一起，所以觉得这个事情就了不得了。其实你想一想，于先生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能帮到你，那个时候呢你们俩还不是男女朋友，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于先生就具备这种帮助别人的这种习惯，它不仅仅会发生在你身上，它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。欺骗有动机和行为的分别，对他而言他的动机是想帮人，但行为是骗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分开，它有骗人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考虑一下它的动机是什么，这点请供你参考。那我问女嘉宾一个问题吧，如果说这个你们一块看电视，说又哪块又发水了，然后呢你们俩一商量说捐1000块钱，过了1个礼拜，那个地方发水发得更严重了，然后于先生呢就觉得还得捐钱，但怕你不同意，然后就编了刚才说的那些话，然后捐了4万块钱给灾区。事后你知道了，你什么感受？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在没了解事情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气愤哈。如果了解了之后，那我觉得我真的以他为荣。但这是2种情况，它不一样的。问题就是一个是捐给了陌生人，一个是捐给了前女友，所以里面是有一个情感的竞争在里面，而并不在于他所谓的说谎去找你要这4万块钱。问题在这儿。所以说，就是当时我就是没敢跟你说实话，就是这种。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理由，我跟你讲。小鱼显然是一个善良的人，是个有情有义有爱的男人。但是这种爱，这种帮助，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？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？我质疑你跟小丽之间是不是爱情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赵川老师问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把钱借给了前女友？我本以为小鱼会这样回答，因为我害怕他误会，他会伤心。而结果呢，小鱼是怎么回答的？我怕他说了他不借给我，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压根没有把小丽当成自己的女人，他压根就怀疑他是否跟自己是志同道合的。先相爱再患难与共，和先患难与共再相爱，这是完全两回事。前者是因为情投意合而共同的面对艰险，后者是在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志同道合之后才逐渐产生了情愫。所以我认为小鱼和小丽之间或许有感情的存在，但那一定不是我们所说的男女之间的爱情。但是你说我对他俩不是真的，那你是说好？那你回答我2个问题。你回答我2个问题。你今年是33。对对对。你为什么会没有1分钱存款？我跟你说，就任何事情如果我能帮到的，我尽我最大努力我去帮人。好，可以。第2个问题，就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如实向他说把钱借给女友？人家当医院着急用钱，我如果说我女朋友有病了，前女朋友有病了，我管借钱，他不借我，那边他家挺困难
你知道吧？没有钱看病了啊，救人命啊！我只能找个最安全、最把握这成功率能那你还是不信任我呀？说来说去。当时因为什么？你以前就被男朋友骗过，所以说我就怕我跟你上去的时候，你以为我又骗你。别吵，先平静一下啊！其实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是他的伤口，就是跟爱的人做买卖，他被他前男友骗的。对，挺惨。现在突然来了这么一个，又是以这样一种方式，他恐怕现在想的并不是这4万块钱，而是如果未来我们俩真的继续往下走，关系发展的越来越好，甚至到结婚那一步，这个人是不是会原来其实我更大的东西会骗我，会蒙我，是这个信任好像有危机了。我其实刚才就想向慕言老师请教一下，一般就是这种夫妻老婆店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呀？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开那个夫妻店啊，对，因为他是把情感关系和那个工作关系混在一块儿去了。这往往是比如说工作当中两个人其实有一些争论是很正常的，但这个争论又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的夫妻感情，有可能，那其实会搞得很复杂。但是我觉得在创业的初期是可以考虑说两个人互帮互助一些，但是我觉得做大以后的话，可以有一方对吧主要来经营，那时候事业已经平稳了，另外一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或者主要照顾家庭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处理方式。其实我觉得那会儿我那段就是说破碎的感情，我真的还没有恢复。我能在那么短时间内我接受他，我确实看到他的真诚，原来我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我恰恰没有想到我们相处了1年多，然后他是因为在金钱上，然后我们出现了误差。在没出这件事儿之前，两位的关系怎么样？那段感情我也挺留恋的，在北京这几年，其实没有人就是这样对过我。像平时要是说我生病了，比方说端杯热水，或者哪怕就说给我拿件衣服，这都是我原来没有感受过的。只有就是在小鱼这儿有感受过。小鱼很体贴你，对吗？对。你在他身上得到了什么？我认为是真爱，毕竟是受过伤害的人。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我跟他在一起。我其实真的我特别提醒您就别说这样的话，因为问题都有两面性。现在的问题其实很直白，就是你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什么？其实他很明确的说出了需求，和他感受到的东西是他体会到了温暖。那你跟他在一起交往，就是从纯情感来说，你体会到了什么？跟他差不多也是家庭那种。我觉得事发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像那样用那种语态，或者就是说在吃饭的时间，然后也要背着我，然后去发短信、打电话什么的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什么，有点失望，真的。他现在再回答这些，我觉得也没有意义。下面我想听一听朋友们的意见，来踏浪旁观者是。您是？我是女方的表弟，我就觉得于哥目的不纯。我一开始我感觉这于哥确实也很关照我姐，但是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，让我感觉就是不能接受。其实你姐要的是一个有商有量。小鱼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，我认为我做的正确的事情，你要无条件的帮我。这是你自己想象的，这是。那你这为什么不跟他说呢？这点你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呢？我刚开始已经跟你说明白了，着急，没想那么多，只想把钱借到手。你想过我的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当初你知道吗？你考虑当初我就是那边着急做手术，就等要钱。我怎么把钱要了，我给你治病？当时我就这么想。你现在就讲着治病，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是吧？两位，那我就不用跟你谈了嘛。两位能不能不吵了？听我说一遍，大家现在说的不是一个问题。你们把这个问题全给切割了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来回答一下。好人等于好丈夫吗？不一定吧。没有人说你是坏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现在今天的核心命题是，于先生是不是一个适合小丽女士的好丈夫？在他心目里的好丈夫是什么样的呢？是一个有商有量的，对不对？互相尊重。你碰到事情不能互相尊重，不要骗我。这是在他世界观里的一个好丈夫。你现在的做法改变了他认为你是一个好人，同时也等于是一个好丈夫的印象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说，我希望做一个好丈夫，对不对？对。OK。如果是做好丈夫的话，已经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了，你就应该真诚的去道歉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嘉宾也好，亲友团也好，小丽也好，我听的是。就是因为我在骗他，我就不喜欢这个骗这个字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你有没有撒谎？撒谎了。撒谎是不是一种骗？不算骗。撒谎是个大错误还是个小错误？撒谎分那个善意的，还有说是
是不是不善意？你看我还是没法跟他你看说这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个问题了。有好多就是那个善意的谎言啊，是不是？他要求你这善意的谎言对象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大马路上一个人摔倒了，这是你的前女友，是要跟我竞争老公的一个人。你看能一样吗？我能敢跟你说吧？你这一说，你100%不借了，是不是？我更不可能跟你说。谁说的？啊？你要跟我说，我会不借给你啊？那你要这么说，我以前的女朋友，人命关天，我不借给你吗？都别吵了哈，我觉得都在情绪里，你们俩都静一下。其实主持人，你们要再往前走，我觉得你们真还应该好好的。可能你们还是没有真正就是抛到我的心窝子里。我不是因为他就是说欺骗撒谎，或者是因为那几万块钱。我现在就想弄明白，我谈第一个男朋友没有关注过，没有关心过，没有真正就像其他的男友，然后真真心心的爱过一个女人。但是我遇到的这位，我就想，你到底喜欢没喜欢我？就为这一件事，就因为我对你的感情是假的吗？我觉得肯定是，这肯定感情上是有问题的，不是在于那几万块钱，不是在于你跟我撒谎的问题。得，已经开始自我否定了。于先生，你认为这个事儿是很小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但是在他的心里，这个事儿已经比天还大了。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我们一直试图对话，想让你意识到一点什么，是说对于这件事他十分的在意，请你去注意他在意的态度，去修正你的方式。现在两位如果都保持着过去固有的东西不变的话，那么这个僵局到最后就是个分局。只有两个人做了一定的调整之后，僵局才有可能变成活局。仔细想一想，后面那1分钟的表白时间，你们应该跟对方说一些什么？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小丽，自从咱们认识到现在，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。可能我方式不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是真心。小丽，你相信我。我对你的爱是真爱，我希望咱俩能够白头到老。我错了，我知道撒谎我错了，原谅我吧。其实这段感情对于我来讲，真的也比较珍惜，也比较留恋。但是目前我总感觉还是比较恍惚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那段时间受到的那种关爱，我觉得都像一个泡影一样，一吹它就会散，一点都不牢靠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再继续相信你。我也不知道以后的这个日子里，我还怎么样再去跟你去默契的去生活，所以我还是想平复一下我这个比较受伤的心。对于现在这个问题，我不想做出任何的选择。两位都应该相信自己哈。对于小丽来说，要相信自己是有魅力的人，是有人爱的女人。对于于先生来说，要坚信自己是一个好人。现在两位可以请回了，来。请关门。大家觉得他们应该何去何从呢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33.33%的朋友觉得他们应该订婚，大多数的朋友觉得他们应该就此分手。看来在这个恋爱当中，大家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坦诚的。那么主人公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一起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Say goodbye, say goodbye. 小丽，我希望能原谅我，以后我会改，跟你俩不会撒谎。我希望咱俩一直到老，我照顾你。原谅我，谢谢于先生，祝你幸福，请回。放手迫不